高情商是天生的还是童年缺爱逼出来的？你一定见过这样的人，他走进一个房间，几秒钟之内就知道谁今天心情不好，谁和谁之间有点别扭，哪句话能说，哪句话千万别碰。他好像有一根看不见的天线，能接收到空气里那些没人说出口的信号。我们管这叫会做人，叫高情商。那这根天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是娘胎里带出来的，还是后天练出来的？前几天有位朋友跟我说了一个让我心里一震的说法。他说高情商这东西很多时候不是富养出来的，恰恰是穷养，是缺爱出来的。一个小孩如果从小得不到父母稳定的宠爱和保护，他为了自己的安全会被逼着进化出一套超强的察言观色的本领。他必须学会在大人脸色变天之前就提前读懂那张脸。听完这话，我没急着反驳，因为我觉得他太有道理了，有道理到让人有点难受。但有道理不等于是真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用最前沿的科学来好好的查一查这个说法到底站不站得住。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我们先说一个可能会让那位朋友有点失望的结论，情商确实有天生的成分，而且还不小。科学家最爱用的工具是双胞胎研究，把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拿来对比，就能大致算出一个特质里基因到底占了多少分量。结果出来了，所谓的特质情商遗传度大概在 40% 到 45% 之间。也就是说，你天生的那套情绪硬件，你有多敏感，多容易共情，情绪来了多容易稳得住，有将近一半是基因在出厂时就帮你预装好的。听到这儿，你可能想说，那不就证明情商主要靠天生吗？别急，真正有意思的是剩下那一半多的环境因素。科学家把环境拆成了两种，一种叫共享环境，就是一家人共同泡在里面的那个大氛围。家里有没有钱，父母姓什么，家风是松还是严，这些是兄弟姐妹一起承受的。另一种叫非共享环境，是你一个人独有的，别人替不了的那些经历。结果非常出人意料，决定你情商高低的那部分环境因素几乎全都来自非共享环境，而不是那个全家共享的大氛围。这话什么意思？意思是真正把你的情商雕刻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往往不是你家整体温不温暖，而是你一个人在某些特定的时刻独自经历过的那些东西。这一点其实很反直觉，同一对父母，同一个屋檐养出来的两个孩子，情商可能天差地别，我们总爱把这归结为天生性格不同。但科学在提醒我们，还有一层，哪怕在同一个家里，老大和老二经历的也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老大出生时，父母年轻气盛，手忙脚乱；老二出生时，父母已经从容了不少。老大可能目睹过父母最激烈的争吵，老二可能完全没赶上。这些一个人独自吞下的，没法和兄弟姐妹共享的经历，才是真正在悄悄塑造他的天线。你发现没有，这恰恰给那位朋友的说法开了一扇门。因为一个孩子缺乏保护，独自面对危险的那些时刻，正是这种最私人、最不与人共享的经历。那这扇门后面到底有没有真东西？有，而且硬到让人心疼。有一位叫波拉克的科学家做了一系列今天已经成为经典的实验。他研究那些在家里遭受过身体虐待的孩子，他让这些孩子看一张张脸，这些脸会从面无表情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变成某种情绪。普通孩子要等表情变得比较明显了才认得出这是愤怒，但那些被虐待过的孩子呢，脸上才刚刚露出一丝丝怒气的苗头，绝大多数线索都还没出现，他们就已经准确的认出来了，这个人要发火了。不只是认得快，这些孩子的注意力会像被磁铁吸住一样粘在愤怒的脸上，很难挪开。你品一品这件事，这些孩子的大脑真的实实在在的重新改写了自己看世界的方式。他把宝贵的算力从别的地方抽调出来，专门拨给了一件事，抢在危险爆发之前先一步识别出危险。这不就是那位朋友说的吗？为了安全感进化出一种和人和环境相处的智能。只不过科学告诉我们，
这种进化精确到了神经和知觉的层面。一个得不到保护的孩子，把大脑的资源重新分配到了读人这件事上。这让我想起我们以前聊过的他心通。当时我们说，所谓能读懂别人的心，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一种可以被训练出来的对微表情和气场的超级感知力。你看，波拉克的这些孩子就是在用最残酷的方式，在童年就完成了这种训练。而这件事背后还连着一个这10年来发展心理学里最重要的范式转变。过去科学家看待童年逆境用的是一个缺陷模型，童年受过的苦就是大脑的损伤，是一道需要被修补的伤疤。但有2位科学家，爱丽丝和弗兰肯惠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框架，叫隐藏的天赋。他们说，在恶劣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发展出来的能力不只是损伤，更是一种特化。就像一台电脑为了在极端环境下运行，专门优化了某几个功能。证据越来越多，童年生活极度不可预测的人，长大后在快速切换任务上反而表现更好，因为善变的环境逼着他们必须灵活。一项针对被剥夺了父母照顾的孩子的研究发现，他们的工作记忆能力反而比正常孩子更强。那些暴露在暴力环境里的人，对谁强谁弱，谁能惹谁不能惹这种支配关系记得格外清楚。还有研究系统地梳理了这个领域，发现在逆境里长大的人常常会发展出更敏锐的情绪觉察，更准的直觉判断，甚至更强的共情。这些可不是缺陷，这些是为了在一个不稳定的环境里活下去量身定制出来的本事。那为什么大脑要这么设计？这就得说到我们这个频道反复聊到的一件事儿。你的大脑本质上是一台预测机器，它一刻不停地在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它用来做预测的模型是拿什么训练出来的呢？正是你早年的经历。大脑会把童年当成一份对未来世界的采样报告。如果这份采样里全是危险，全是没法预料的变故，大脑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我将要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于是他就提前做了校准，把所有资源都压注在警觉和读人上。这不是故障，这是一台精密仪器根据他采到的数据做出的最合理的应对。换句话说，那个高情商的孩子不是脑子坏掉了，而是他的大脑太聪明了，聪明到提前为一场恶仗做好了准备。所以那位朋友的直觉不是民间智慧，他正好踩在了科学最前沿的那个转向上。逆境不只会摧毁一个人，他也会在特定的方向上把一个人打磨成一把异常锋利的刀。讲到这儿，是不是觉得缺爱也挺好，因祸得福？打住，接下来这2个但是才是今天真正想跟你说的。第一个但是是代价。同样是波拉克的研究发现，那套对愤怒超级敏感的警觉系统是有账单的。这种对威胁的过度注意会直接通向焦虑。说白了，那些特别会读脸色的孩子，往往也是更容易紧张，更难真正放松下来的孩子。他的天线一刻不停地在扫描整个房间，这意味着他几乎没有1秒钟能卸下防备，安心地待着。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把缺爱浪漫化。那把锋利的刀是真的，但磨刀的过程是流着血的，而且刀刃也会反过来割伤握刀的人。第二个但是是情境。这些被逆境逼出来的本领有一个很关键的特点，他们主要在压力情境下才会闪闪发光。换句话说，一个在充满火药味的原生家庭里练出读心术的孩子，把他放进一个安全放松的环境里，他那套高度警觉的系统反而可能用力过猛。别人随口一句没什么的话，他能解读出3层根本不存在的敌意。这套本领是为战场设计的，搬到和平年代有时候反而会水土不服。好，铺垫了这么多，我们终于可以来回答那个更刁钻的问题了，也是那位朋友问我的第2问。如果一个人天生智力就不太够，把他扔进一个复杂的环境，他一样能进化出高情商吗？要回答这个，我们得先做一个关键的切割。读懂别人这件事听起来好像很本能，但它其实不是免费的，它要消耗认知的机器。科学家发现，情商里那个理解情绪的部分，不只是感觉到对方不高兴，而是能想明白他为什么不高兴，接下来可能会怎么做。这种能力跟
跟我们的心智理论，跟那种靠积累得来的晶体智力是紧紧挂钩的。也就是说，高阶的情商是要烧脑的。那答案就清楚了，它得分成两半，偏直觉、偏反应的那一层情商，比如对愤怒、对危险的那种超敏感的察觉，这一层是可以在智力不太够的前提下被环境硬生生磨出来的，因为它是知觉层面的，几乎是自动化的。波拉克的那些孩子并不需要多高的智商就拥有了这种能力，但偏策略、偏算计的那一层高阶情商，能读懂复杂的社会潜规则，能在共情之后还冷静地选出那个最优的回应，能往前预判好几步，这一层需要认知带宽来撑着，它不是光靠环境施压就能逼出来的。我给你画两个画面，你就懂了。一个孩子能在妈妈摔门进屋的那一瞬间，凭着脚步声的轻重就准确判断出今天该不该说话，这是雷达，是知觉级别的闪电一样的反应，它不需要太高的智商，环境逼一逼就能装上。但另一个画面，在一场复杂的饭局上，你要同时读懂3、4个人各自的心思，权衡谁的面子动不得，谁的话是反话，自己这句话说出去3步之后会激起什么连锁反应，然后在所有这些计算的基础上挑出那个既不得罪人又能办成事的回应，这是棋手，这一步一步的推演是实打实要烧脑的。所以我想用一句话来回答那位朋友，环境能把一个人逼成一台精准的情绪雷达，但环境未必能把他逼成一个高明的情绪棋手。雷达是用来扫描和预警的，而棋手是要在看清全局之后从容的落子的。一个智力不太够的人被逆境逼出一台灵敏的雷达完全有可能，但要成为棋手，光有压力是不够的，还得有那副能算清楚棋局的脑子。说到这儿，其实还连着我们之前聊过的天赋和根气。一个人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从来都不仅仅是基因说了算，也不仅仅是环境说了算，而是那副天生的牌，在一段独一无二的人生里被反复的搓揉、折叠之后长成的那个形状。所以你看，那位朋友的说法对了一大半，缺爱、缺安全感的孩子确实可能逼出一身毒人的本领，这背后有扎实的科学，但这身本领是带着伤口长出来的茧，它有它的锋利，也有它的疼痛和局限。聊到最后，我反而想起一个更让我放不下的问题，今天没法回答，想留给你。如果一个人的高情商真的是童年那道伤口长出来的茧，那当他长大了，开始疗愈自己，开始变得安全的时候，他会不会反而把这身本领一点点的弄丢？还是说真正的成熟是把那个为了活命而紧张的扫描别人的雷达，慢慢的换成一种因为内心有余力，所以才真正愿意去看见别人的从容，从扫描威胁到看见对方，这中间隔着的可能才是一个人一辈子要走的路。那么你呢？你身上那些被人羡慕的本事，有没有哪一样回头一看，其实是当年某个咬着牙的瞬间逼出来的？评论区里我特别想听听你的故事。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